就这一课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叫做带着人体带着人体给角色赋予塑造。最开始的这个角色，我们之前也强调过，你的动作其实是可以概括成各种图形，你的角色气质也是随着你的服装的穿着和头发的这个打扮，然后让整个画面有张力的。你一开始的动作就要有一个基础的图形轮廓，而你后面加上服装之后，也要跟着这个基础的轮廓去进行添加。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角色情感塑造的时候，也可以利用空间和引导线来进行对其的塑造。那么我们看这个塑造的逻辑是什么？我每一堂课都非常注重空间这个概念，甚至构成这个概念，我都是从一些很细小的东西都已经让大家先提前的认识到，因为只要你要让它好看，就离不开构成。那整个构成的第一步就是设立空间。设立空间，我们整个人一旦确立在这个空间里面之后，你的其他的所有构成的点都可以通过，你看我设立这个不同的小圆片，然后让这个小圆片组成一个有构成的逻辑，然后来围绕这个人去进行设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设立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上面摆一些跟这个空间契合的一些物品，然后来围绕着人物去转。你看，可以是头发，可以是衣服，也可以是任何你想添加进去的东西。我们上一节课有说到，就关于那个点线面节奏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就是看一看，就是回顾一下。然后我这边的话就用的是直接就用的是那个逻辑，就是错落有致啊。每一个东西，你看人体是 Z 字形的，然后我也用了就是其他的这个空间的 Z 字形来进行塑造。那你看我仔细的给大家看看，你看人物是人物这样的 Z 字形对吧？那我这边通过空间这样子引导一个 Z 字形，那是可不可以？也可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构成它不只是平面上的，它可以是通过有空间的概念之后，甚至你可以随意的去设立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关系，就用这个小纸片儿啊，就用这个小纸片儿，然后你的这个小纸片儿还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的概念之后，通过不同的透视朝向进行空间的压缩之后。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这种空间上的视觉效果，然后来进行引导，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明显。那这个空间的这个应用，就是空间的这个应用一定要就是多去思考。你看我这边以这个圆片为中心点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空间的大小然后这个空间的这个中心点，然后来控制这个透视大小，然后给它做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构成的空间朝向。那你会看到，就回想一下你们之前大家有看过的很多参考图，有一些人他做那个有一些人他就是站在站在中央，然后外面的这个梯子，这个梯子它作用是什么？大家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了，它这个时候作用是什么？这个梯子这格子是不是都变成了指向角色视觉中心的构成的一个指向性呢？我们上一节课说的构成指向性，然后人物的这个头发是不是也可以从平面角度？从平面角度，然后让人物也有这个视觉中心，所以就是这个构成是有平面角度、与空间角度来进行塑造的。那我们来这边给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这个人是朝上的，他整个空间是朝上的，那我的头发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子把上面这个空间暗示出来？我可以这个头发我暗示出来之后，你看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面，然后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图形。那我还可以让这个头发再形成一个新的图形。
哎，形成一个新的图形。你看，我可以用这个不同的潮面去做什么？做什么头发的这个指向性？你看构成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那我除了头发还能用什么呢？我除了头发，还可以用还可以用这个袖子，对不对？你看这个袖子，我可以给它设计的宽大一点，然后你看这边这个角色的这个给它加上去，宽大一点，然后下面的这个衣服，你看我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给它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横截面的这种，有按照这个透视进行横截面的这种就这个面的这一种空间上的暗示，加上面的空间上的暗示啊，那其实有这个面之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啊。但是我要在这里补充一下，大家看到我加这个衣服，看到没有？这两条线平均了。那我们不能用这么平均的线，我们同样要暗示这个面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的面，我们的每一种不同的这个面啊，要有大有小，然后有一个变化，有大中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它才能让画面显得更丰富、更丰满一些，然后也不会显得比较平均。我们一定要注意，构成是非常忌讳平均的。做东西一定要把这刻在脑子里，不能平均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平均啊。你看我修改这个东西，我就修改很长时间，为了让这个东西就是看起来构成上好看，那你把不平均的这个做出来是需要花时间花功夫的。我之前那一张图就是今天给大家看的那张大例会，就也不是小例会，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知道这个逻辑之后，大家看到我这个图的这个朝向，就是头发的朝向，它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塑造的。但如果说我要正式去做的话，这个还可以再修整的更不平均一些。好，废话不多说，我们进行下一页。下一页的话，依照我前面介绍的方法啊，就是你确立好空间之后，你是可以去给主图形去进行塑造了。那我这张图的主图形其实一目了然啊，你看我的人原本是这样的，图形，但是呢，我加上衣服之后，我不变它这个原来的图形，我让它的整体图形变成了这样。它还是个人形，只是从这个人这里多延伸出来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保证它是个人形。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操作，你尽可能去贴合人形这个形状，让你的图形情感得到统一，是常规的一个操作。当然也可以不统一，但首先你要把图形这个角色的气质给想明白。如果说这个角色，我想设计的是一个很灵动、比较严肃的一个角色，因为它是来自于三星堆青铜树的一个概念，然后我的设定用人形就是跟这个概念贴合的，因为毕竟也是精灵嘛。然后文化部分的话，我们暂不谈，但是在于技术部分的话，我在给它使用这个人形的设计的情况下，我还在它的衣服上面运用了很多不同空间的错落感来营造画面的丰富，就空间上的丰富感。然后我的袖子，你看我的袖子有不同的朝向，然后腿也有不同的朝向，这些不同的朝向的营造，可以让我们的角色在一个空间里面显得更真实。之前也反复强调过这种空间上的构成，那空间上的构成就做到这里还不够，你的服装上的这个裁剪的大小。你的袖子自然的垂在这个肢体上，它形成的这个物理效应就会形成很多褶皱，这些褶皱也是你可以藏构成的重要的地方。你看我的这个构成一直都围绕着什么大中小的这个逻辑去塑造的，哪怕我的褶皱也是按照大中小的这个逻辑去塑造的。不管是什么，我围绕着结构就要把这个大中小给营造出来，这个是相当考验你的那个脑筋的，就是相当考验你的那个大脑的这个图形和空间之间的一个转换能力。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没事儿多画一画这种速写，因为速写里面它天然带的这个构成是有利于帮助你找到
最合适的一个大小的。当然，如果说像我这种经常工作的，很多时候是不在线的，就是有的时候脑子不在线，画东西容易平均。就是脑子在线的话，画东西就不容易平均。你有意识的去改变就很，但只是动脑子比较累。我平常要是动脑子的话，也可以动出非常多很有意思的这个感觉啊。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通过图形的这个概念去激活自己的大脑，然后认认真真的去把图形的不同图形去认知到。所以说来回到这个话题，我塑造的这个人物大体上是一个棱形，但是呢，很显然是不够的。那这又多衍生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主图形其实不一定是只有一个图形的，主图形是基本上是有2个图形。如果说我想想啊，基本上我最常规、最保险的是2个图形，但如果说你要做那种很复杂的话，你的主图形可以是3到4个，但再多的话可能就比较难驾驭。我之前看过一些老师对于图形的这个理解，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烧脑的，他那个烧脑的程度我是很难想象的。他那个主图形就单主图形有6个，然后你围绕这6个图形，你要不停的去做很多细的分支，然后来把这5个图形，给概括的非常的精准。这个就是在那种大型 KV 就大型的多人插图的里面会用得到很多，而且还得相得益彰，这个逻辑还是很难的。那我们推进到下一页的话，我们来到图形的外轮廓，图形可以概括人物的外轮廓。那图形我之前说了，你单有一个主图形，就只有个主图形显然不够的。你的头发和你的装备，还有你主要跟这个角色相关联的、强关联的一些配饰，不只是服装，它都是可以形成主要图形的。那我的这个概括其实就非常简单啊。那为什么我会选择一个月牙形、一个圆形和一个人形加在一起，还这样子去做？圆形不是可爱吗？但圆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图形语言，就是图形情感，就是它祥和，比较和平。那月牙的话是和这个人物是强相关的一个设定啊，人物文化强相关的这个设定，就是跟宇宙有关嘛，所以我用这个月牙来代表这个人物的这个空灵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图形它跟文化也可以相接触，文化上有很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图形的应用方式啊。后面我会从那个三星堆青铜树这个方面，简单的简化掉一些比较复杂的部分，给大家说明我是怎么样用图形和文化结合起来去塑造它的。那回到这个角色塑造上面来说啊，我的这个主图形啊，你看紫色的是辅助图形，我把它标识出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理解，图形的就主要的这个图形，它是为了把角色的一个外轮廓和第一印象给强调出来的东西。那还记得我这个情感之前提到的图形情感这个问题的话，中间的这个男生的这个角色中间是一个长方形，那我为了保证他憨厚的一个原因，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像一个比较方形的一个武器，来凸显这个人是力量感的。那敏捷的呢？敏捷我是怎么去塑造的？敏捷是我利用两个三角形来塑造这个人的轻盈感，包括你看这后面的蝴蝶结也是三角形。那为什么后面这2个是一个比较直愣愣的这个筷子？就是其实是两把刀啊。这个刀，如果说我把这个刀稍微这样子往这边合并一些的话，会强调就是它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点，这个也是 OK 的冰包。但是刚开始我想说的是这个图形情感上的问题，我希望这个角色有一点比较。该怎么说？第一印象上面来说，会有一些稍微刻板一点的感觉。他虽然敏捷，但是呢，他的这个刀子的摆放不灵活的一点，就暴露了他性格上可能比较板正。这个也就是说，我说图形情感这个东西，它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它神奇的点就在于，你如果从角色本身去思考他的性格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一些图形的暗示，把他的多余的性格、第一印象这个表现出来。当然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读者他是不懂这个的，但是，因为这个角色你的设定是这样的，所以说
所以说你把这种潜移默化的性格就是带给大家的话，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这种情感，他说不出来，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你塑造的这种情况去去弄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图形去暗示他的一个性格变化。其实我其实说起来很好玩啊，图形情感这个东西很好玩。比如说我设定了。我设定这个角色啊，是一个，他是一个敏捷型，他技能是敏捷型的，完全没有问题啊，技能是敏捷型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角色可能会有一些性格上的喜好，他戴这个蝴蝶结，他可能会很精心的去打扮啊。那如果说他是一个表面上一个很敏捷、能力很强的一个人，那他喜欢精心打扮的话，这蝴蝶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形变化呢？他同样也是会选择这种比较锐利的这种图形啊，这种蝴蝶结，然后去戴，然后但是他的话，因为性格比较俏皮，他喜欢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你看这种性格一高一低的这种感觉，就是通过你的图形去表达的。然后如果说他性格一高一低哈还不够，性格一高一低还不够，然后就是比较活泼这个还不够，他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爱好啊，小爱好他会干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敏捷的比较活泼的一个人，但是呢假设他是一个很喜欢可爱的一些可爱的一些元素的这个人的话，那他的头饰上会加什么？性格就他的三角形是他的主要性格表现，因为他打扮就喜欢打扮的比较有锐利，他性格就这样。但是由于他喜欢可爱的东西呢，他的头上会加上这种圆形毛茸茸的这种感觉，毛茸茸的这种球形的感觉。你看这三角形一下子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尖锐、很危险的东西，但是加上这个圆形之后，它显得活泼了一点。那人的脸的话，同样也是啊，比较如果他喜欢健身的话，他脸的图形也会变得比较尖的这样一些，然后包括头发的话也是图形上设立起来也是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啊。那比如说比如说这种类型的角色，就是会有点类似那个，类似 Fate 里面的原版灵的那种情感，但是去看看那个原版灵，他就是设计的非常严肃的一个版型，但是他的头发呢，下尾垂这个地方，他是用圆形去表现这个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温和的一种情感的。他的那个双马尾，其实有些地方棱角是比较分明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那种图形上暗示的一些性格上的塑造。如果我回到这个图形情感的塑造，那这个头发的话，我还是按照这个他能力的这个问题，他是一个比较敏捷型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头发的话，你看他下面的话，这个头发我给他一刀切下去的话，我就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呢？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规整的这么一个性格，比较规整，然后比较有规矩的这么一个性格。那他的服装呢也会稍微的收紧一些，服装收紧一些，体现腰身不是重点，是体现干练的感觉。所以说他穿的这个裙子的话，我就可以就是给他做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这种包裙，然后腿的话就先露出来，因为腿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技能表现，腿露出来的话，它的点就是加强了它是一个敏捷型就靠跑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这功能性也要考虑上。然后袖子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是短袖，然后这个短袖的话，为了体现它的敏捷性怎么办？我可以就是稍微加强一点，就是把它这个袖子给它改成一个偏三角形的一个感觉。你看这个人物就一下子就人物性格就通过图形的安排一下子就变出来了，对吧？